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那我在机缘巧合下知道了芒草心这样一个帮助街友的公益组织，然后呢又发现他们有一个旗下的活动叫做 Hidden Taipei，它就是会让一些街友啊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士来带你参观他们活动的区域，以及介绍他们一些谋生的手段。那这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一方面可以让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台北的一些市容，它也算是一个 city work， 就是街游嘛。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给这样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士在生活上多一份保证。那今天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做老梁的藏宝图，他是一个在之前是做议员助理的一个人士，然后在疫情期间呢失业了，之后就开始在混迹于台北的万华区，也就是我之前非常感兴趣的万华。对，今天就跟着他的导览来做一个万华的街游，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进公园的时候，仔细观察左右四方看看公园里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些什么消遣啊，什么运动啊，就是说在里面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等下再告诉我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公园了。那这边的无家者呢，8成都有工作。那我想请问诸位他们第二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包包啊、随身的家当啊，容易这样他们都放在哪里？各位知道吗？猜猜看，就是用这一个，这个当，要不要看？摸一下看看，防水的这是社会局发的啦，一人只有一个，这可以装很多东西耶，棉被啦，这可以装很多东西的，对不对？那这个我的这套西装呢，很漂亮嘛不错，质量还不错，600多，全新的，当时买是新的500，还有吗？600多。那鞋子呢？还有吗？200。裤子呢？100。好了，我来宣布答案了其实我全身上下不会超过300块，真的有够便宜的吧？这个西装50块的，鞋子20的，30的，帽子也是30的，这样是不是有够便宜的？看它的你看，我们这个图片为证，你看，他卖的东西都是这样子，10块、20块啦，就是基本的那个小玩意都是10块、20块的啦，因为来的东西都是来路不明的你问老板，他有时候会生气，他也不会告诉你，对不对？有时候也不是说全部来路明，一部分啦，不，你不要去问他，如果你不想买的，也不要跟他杀价，因为他东西已经够便宜的了，他这个唱有时间限制吗？没有，随便你做都。看他打烊。那你可以一早就进去，然后等到。对，我说150放他进，唱他打，我不唱也没关系，就坐在那边，
但它里面没有提供吃的东西，饭啊要另外自己再买。它旁边就是面店嘛。哦，那你出去吃个面再进去还要再付钱吗？不用。哦，不用。但是你要跟他讲说我去吃。哦。你要是没有讲，他就把你的位置收走。你要跟他说我等下再回来，他不会跟你说的。你可以做到他们打烊。哦。他们大概晚上10点多就打烊了。没有啦，一般人进去没有不消费的啊。对，没有不去唱歌的啊。对，不喜欢唱歌的人也不会去啊。这样你叫陪唱一首是100。哎，对，你给小姐100啊。就陪唱一首，你给他200啊，最低就是要100块了啊。其实哈，他们那些小姐是没有薪水的哦，就看客人在给，都是靠小费，客人的小费。谁能找回那欢笑？最好回忆也随风飘。花开花谢，青春回老，要把爱的甜蜜再去寻找。好，谢谢。哦，谢谢了。今天参观完这个街游的活动，让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可能是我个人以往一些刻板印象，就是我印象中这些无家者，他们通常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是不良的举止行为啊，这样子。但是实际接触下来，我发现好像大部分都还是蛮老实的。甚至可以说性格上会有一些偏向于孤僻，就是以性格决定命运来说，就是可能他们就不太擅长于跟人或者是跟这个社会去做接触，所以可能也会让自身处于目前这样一种无家的状况。那今天这个行程主要其实就是梁兄在带我们参观他日常起居生活，然后吃饭洗澡的一些地点，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整个行程作为一个帮助无家者的商业项目、收费项目，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露出太多画面，以我自己的概述来分享给大家比较好。因为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报名这样一个活动。我会在影片最后贴上它的 QR code， 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它有各种不同的线路，也算是帮助无家者会自己出一份力这样子。那听梁兄所说呢，其实很多无家者并不太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补助、政府的帮助这样子。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的落实非常困难，也就是你可能自身已经符合了这些条件，但是你要去做各方面的证明、各方面的文书，这个步骤很困难。就是有的如果说他要跟子女打官司啊什么的，就等于是要撕破脸皮嘛，让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做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手续的。那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他说只有台湾跟日本目前还是人跟户籍所在地要在同一个地方才可以领到这个补助，就是很多手续要在户籍所在地去办理或者去验证。那像他们作为无家者，他们到外面到台北来打工，因为他本身不是台北人，到台北来打工的话，再要回到户籍所在地，一方面交通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补助款的落实是很难执行到位的。很多无家者，据他所说，很多无家者就是不到自己实在动不了的那一天，并不想去做这个复杂的流程去领这个补助款。但是呢，我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完全不工作，会不会让自己饿死？他说那不会，不用担心吃不到东西的情况。基本上政府会在很多地方设有那个发放食物啊什么的各种活动。另外呢，很多市民、好心市民、热心市民也会自己提供食物给他们，所以目前这个社会不至于太过担心会饿死。但是他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一顿饭，如果仅仅是满足最低的生理欲望的话，
真的他活着的意愿也不是太大。我把他们的生活想得简单化了，就是我现在对我来说好像只要一天三餐吃饱，有东西吃就很满足，好像我自己的欲望也蛮低的。那另外他说呢，他们如果是以前，他现在有在自己租一个小单间，好像是4-5千块一个月的房租。那以前来说他们还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就住在蒙嘎公园。那蒙嘎公园其实也是有时间规范的，也就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想睡都可以去睡的。他通常早上只能睡到5点钟，晚上要在9点后才可以躺下去睡，因为说会妨碍到市容，当地是有保安在管理的。另外有一件就是我们平常人很难注意到的事情，也就是他们无家者身上的一些行李随身物品要怎么存放。这个问题真的我们普通人有家庭的很难去想象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出去上班了，东西肯定是放在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无家者嘛，没有地方安放物品。那最一开始他们是随便找一个包包，然后会藏在花坛里啊，或者藏在有一些大楼外面的排气管道上啊，反正会找各种地方来藏。他们在这方面也是开动了脑筋。那还有一部分呢，会集中放在北车的某一个地方，但是据他所说，北车在2017年的时候彻底整治，然后维护市容，当时把他们很多东西都丢掉了，清除掉了，所以这件事情给相当多的无家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后来呢，政府就想办法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编织袋，它是防水的，然后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容量很大，也非常牢固。有了这样一个袋子之后呢，虽然说比较规范了，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东西依然是放在东放在西，没有一个统一的存放处，也是对市容有比较大的妨碍。那后来政府又在蒙嘎公园那边一排做了类似于防水布这样遮起来的像柜子一样的一排，给他们集体存放东西。早上好像是有定时放进去然后上锁的，如果你临时要去拿东西，还要去找当地的保安，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开锁，把你的东西去存取出来。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蛮细节的，就是普通人是完全没办法观察到的。还有呢，他就说他们一般要怎么找工作呢？在蒙嘎有一个地上有一圈圆的地方，会每天早上有人来叫工，通常就是有3种工作可以做，一个是举牌，但是举牌的工作不是很多，只有在周末才会有，就是一般举售楼处啊什么，这个是属于比较轻松的，好像是800一天。那还有一个就是做粗工，做粗工会比较累一些，会清运一些废弃物啊，然后搬运水泥啊。据他所说，他之前是帮人家把水泥搬到5楼，一天搬了40包，一包好像差不多40公斤重，那真的是很累的活，就是一天的酬劳好像是1200到1500这样子，也没有到太高，相对于这样的一个体力付出来说，确实蛮辛苦的。那第3个工作就是做阵头，宫庙的阵头，他们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就是要搬运什么鼓啊，还有什么敲的东西啊，锣啊，然后在太阳底下可能一天要走个10几个小时，而且还可能跟其他阵头发生争执，就是说有一条路如果2条龙经过，那谁先走呢？谁先让开呢？他们可能就会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干架。对，就是这样残酷的一个也不算轻松的工作。他的收入一天大概是好像800到1200，然后可能那个在圆环那里喊工的人可能还会收走200-300块的人头费，所以他们真的还是蛮辛苦的。但是呢，这样一趟行程体验下来，让我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底还是不错的，至少吃方面不用很担心。然后洗澡呢，也是政府有设了一个免费的公共澡堂，每天预约就可以去洗澡，就是换洗这一块。包括台北街头其实有很多公共厕所，然后里面的环境也都不差。其实我设想啊，如果我去流浪的话，可能也会到这些公共厕所去换洗，然后洗漱一下。最主要台湾还不是很冷。然后他说如果睡在街上
温度降低到一定的标准的话，政府是会开放北车的地下室给他们入住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以台湾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来说，真的无家人员不太容易就是出现冻死街头这样的事。然后如果努力一点去每天就是找工作做的话，其实还可以基本上比较接近一个常人这样生活，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条件苛刻，还算过得去。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社会福利来说真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扫我之后贴上来的 QR code 去参与一次这样的活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台北，也是很有意思的体会。那我们这一期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多重的没包吧？